这两天科技股跌得有点乱，表面上看大家都在讲中东局势，讲油价，讲 SpaceX 是不是又在烧钱，但我觉得真正要看的地方不在这些最热闹的新闻上，关键在债市 Fundstrat 的汤姆里团队这次把市场的压力点放在了两个位置，一个是美联储加息预期重新回来，另一个是 AI 产业链正在从模型竞争转向硬件、入口和真实资产的重新定价。欢迎来到智行投研室。我们先看最反常识的地方，地缘谈判有进展，油价下来了，通胀预期也降温了，按理说这应该利好风险资产，但股市反而一起往下走。为什么？因为债市先变脸了。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结束之后，9月和12月的利率期权交易已经开始重新定价，市场对美联储重启加息的预期被推到了一个很敏感的位置。换句话说，债市现在不是在交易降息迟一点来，它更像是在交易年内可能至少还要再加一次息。这一下股市之前的乐观假设就站不住了。过去科技股上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一个判断，降息会迟到但不会缺席。可一旦市场发现降息不只是推迟，甚至可能变成重新加息，估值就要重新算账。这几天美股科技巨头密集传出融资信号，也让资金开始意识到流动性没有之前想的那么宽松，所以这轮下跌看起来像突发情绪，但本质上是市场在补一笔债市已经提前算过的账。这里最重要的变量是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的政策风格。以前市场很习惯美联储提前放风，哪怕政策要变也会先给华尔街一点心理准备，但沃什上任后的第一场会议味道完全不一样。他取消了沿用多年的前瞻性指引，还把政策声明精简了一大半，这不是简单的变鹰派，更像是换了一套操作系统。过去是预判式政策，现在更偏实时回应。沃什在发布会上说，他对引入私营部门的实时物价、电商价格这些高频数据持开放态度。这句话很关键。如果联储以后不再只盯着滞后2个月的官方 CPI， 而是把实时价格也纳入判断，那它的反应速度就会快很多。一旦数据出现反弹迹象，政策可能提前收紧。大资金现在不舒服的地方就在这里，他们不是只怕加息，他们怕的是以后美联储出手会更快，市场缓冲时间会更短。但汤姆里的判断并没有那么悲观。在 Fundstrat 的框架里，这一轮由 AI 生产力驱动的科技牛市不一定会因为1-2次防御性加息就结束。反过来看，提前收紧有可能在泡沫真正成型之前把投机杠杆先挤出去，这会让短期体感很疼，但未必是趋势反转。这就是他年初讲的类熊市回调，跌起来像熊市，情绪也很难受，但如果基本面没有被推翻，它更像是牛市中途的一次降温。市场重新给利率定价的时候，压力最先传导到哪里？ SpaceX 刚刚敲钟上市没多久，马斯克就宣布了一项很大的发债计划，准备发行高级无担保债券。消息出来之后，看空声音马上起来了。有人说这是融资无度，也有人说这是重资产公司现金流承压的信号。但这笔债如果拆开看，逻辑没有那么简单。募集资金的用途是偿还之前的过桥贷款。 SpaceX 上市前为了火箭研发和星链铺设，借过一笔短期高息的过桥资金，现在公司已经上市，拿到了更长期的股权资本，信用评级也被抬到了投资级。这个时候发长期债，用低息长期债务替换高息短期债务，本质上是在调整负债结构，它更像是锁定融资成本，而不是突然没钱了。重资产科技公司有一个共同点，真想走得远，就不能让研发投入被短期市场卡住。所以在流动性还可以评级又比较好的窗口期，先把长期资金备好，这个动作并不奇怪。马斯克的思路也很清楚，运营现金流尽量用在星舰研发、星链铺设和太空数据中心这些地方。能用债务市场解决的资金需求，就不轻易消耗自由现金流。那为什么股价还会连跌几天？这里不是一句基本面坏了就能解释，更直接的原因是估值模型变了。当美债收益率因为加息预期往上走，机构给 SpaceX 这种长周期重资产公司估值时，折现率就要提高。折现率一抬，远期现金流的现值就会被压下来，所以股价下修更多是估值重算，不等于公司业务逻辑被推翻。这里也提醒一句，在融券成本很高的时候，
盲目做空这种股票风险并不低。SPCX 目前流通盘小，散户情绪又很强，这种结构天然容易出现轧空。对普通投资者来说，最重要的不是猜一天两天涨跌，而是别被情绪推着去做高杠杆动作。太空巨头在用债市调整结构， AI 产业链的底层也在发生一场硬件资源的抢夺，焦点落在了美光身上。这两天，美光宣布和 Anthropic 达成战略合作。如果只看新闻标题，你可能会觉得美光又多了一个买芯片的客户，但这次不只是卖货，美光要向 Anthropic 长期供应新一代高带宽内存，也就是 HBM， 还有企业级固态硬盘。双方工程团队还要一起优化大模型的运行架构。更重要的是，美光还参与了 Anthropic 的新一轮股权融资。这就不是普通采购关系了，这是硬件、研发和资本绑在了一起。Anthropic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花重金去锁定一家存储芯片厂商的产能？因为 AI 训练和推理的成本结构正在变化， GPU 当然重要，但内存带宽、数据传输速度正在成为算力效率的关键瓶颈。模型越来越大，数据吞吐跟不上， GPU 再贵也可能被拖住。更深一层看， Anthropic 也在试图减少对微软、谷歌这些云巨头的依赖。现在大模型公司租用云厂商算力，本质上是在给平台交很高的算力税，这会压低毛利率，也会限制他们对基础设施的控制权。如果能直接绑定上游芯片厂，再逐步自建数据中心，长期看就有机会把一部分主动权拿回来。对美光来说，这件事儿更有意思。过去存储芯片是典型周期品，景气的时候涨价，景气一过，价格和估值都容易被砍。但如果美光开始和大模型公司一起做架构优化，甚至参与到底层生态里，它就不只是卖标准化芯片，它卖的是更贴近客户系统的定制能力。这样一来，客户粘性会变强，估值里的周期属性也可能被 AI 需求部分平滑。汤姆里团队的一个判断是， AI 周期的红利正在从第一阶段的计算芯片扩散到第二阶段的存储、网络、电力这些配套基建。华尔街资金重新看美光，不只是因为短期涨价，更重要的是它有机会在 AI 物理基建里拿到类似卖铲子的位置。大模型公司在硬件端想自立门户，传统云巨头也不会坐着看，所以谷歌、微软这些公司很快就在软件端发起反击。美光和 Anthropic 官宣的前一天，谷歌、微软联手 Salesforce 和 Snowflake 推出了一套叫 R 的企业级软硬件协同标准。这里最有意思的地方是 OpenAI 和 Anthropic 没有出现在创始成员名单里，这背后争的不是一个普通标准，争的是未来10年企业 AI 的第一入口。现在企业 AI 落地大概有2种打法，一种是大模型公司想做去中介化，他们希望员工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ChatGPT 或者 Cloud， 然后由 AI 助手直接调用公司的邮件、CRM 数据库和文件。如果这条路跑通， Office、Salesforce 这些系统就会变成后台管道，用户入口和数据控制权会慢慢往大模型公司手里走。另一种打法是微软和谷歌要守住原来的工作流，他们推出 R 的标准，就是希望员工继续在原有办公软件和数据平台里工作， AI 只是底层插件或者一个被调用的模块。标准一旦立起来，大模型就会更像后台的水和电，它可以被使用，但很难独占入口。真正值钱的用户数据、预算分配权和订阅溢价还是留在传统平台手里。这也是为什么平时竞争很激烈的微软和谷歌这次会站到同一边。在企业市场，客户关系、权限体系和安全流程是几十年慢慢建出来的，没有多少大公司愿意把商业机密完全交给第三方大模型。所以汤姆里团队认为， AI 产业已经从模型参数竞赛走到生态和入口的防卫战。模型领先可能只有3到6个月窗口，但微软和谷歌在 B 端的生态惯性替代起来要难得多。这场入口之争决定的是 AI 应用端最后的利润最后落到谁手里。有意思的是，虚拟世界里大家都在抢 AI 入口，实体世界里却出现了一股完全相反的潮流。最近在纽约和伦敦的时尚圈，很多年轻人去网红餐厅 Wild Cherry 吃饭，离开时一定要带走餐厅定制的黑色火柴盒。这种小东西设计得很精致，甚至在二手平台上被炒到几十美金。定制火柴厂的数据也很有意思，
过去几年高档定制实体火柴的销售额呈指数级增长。可同时，全球烟草消费和吸烟人数一直在下滑，这说明大家收藏火柴并不是为了点烟，他们买的是一种摸得到、有质感、有记忆点的实体体验。这和黑胶唱片重新流行、柯达胶卷再次供不应求其实是同一个逻辑。当 AI 可以1秒生成大量图片、文案甚至视频，数字内容的编辑成本就会越来越低，数字越便宜，真实和实体反而越有溢价。汤姆里曾经把 AI 革命比作上世纪20年代冷冻食品的普及，冷冻食品提高了保存效率，也提高了生存效率，但它没有消灭人们对新鲜食材和烟火气的需求。AI 也一样，未来商业可能会分成2个方向，一边是极致高效率、低成本的数字世界，另一边是真实、有温度、能提供情绪价值的物理世界。所以长线资金看资产，不会只看谁最会用 AI， 它也会看哪些东西是 AI 很难复制的物理硬资产。当数字世界可以被无限复制，真实本身就会变得更贵。说回市场配置，在宏观加息预期、SpaceX 发债、AI 入口之争和实体复兴同时出现的时候，长线资金怎么处理波动？华尔街机构通常会把 AI 产业链分成几类角色来看。先看卖铲子的人，比如英伟达、美光、ASML 这些底层硬件和存储厂商，只要 AI 军备竞赛还在，他们的订单基础就比较扎实，但这类股票弹性高，波动也大，机构通常不会在情绪高位一次性重仓，而是把它们放在进攻性仓位里，等市场因为政策预期回调，股价跌出一定安全边际，再分批观察和布局。再看收过路费的人，比如微软、谷歌、苹果这些生态巨头，他们手里有用户入口，也有很高的转换成本。在机构组合里，这类资产更像防御性底仓，短期产品线波动或者阶段性的算力短缺，不太容易动摇他们的存量基本盘。所以每当市场因为加息预期出现系统性调整，这类巨头往往会被当成压仓石。还有一类是修路的人，比如 Palantir、数据库公司、企业 IT 集成商，他们不一定直接参与大模型竞争，而是帮企业把 AI 落到具体业务里。这类资产的业绩兑现通常慢一点，但稳定性相对更好。长周期资金会用它们来平衡成长性和波动。最后是挖金矿的人，也就是各类通用大模型创业公司，这是竞争最激烈、不确定性最高的环节。技术迭代太快，领先优势很容易被抹平，而且很多公司到现在还没有跑通正向现金流，所以大资金对这类资产会更谨慎，通常只用很小比例的风险资金参与早期博弈。普通投资者在二级市场上更要防着概念炒作。本周有2个观察点很重要，一个是 PCE 通胀数据，如果数据偏热，市场可能继续上调加息概率，科技股估值修正也可能延续。这种时候保留现金、控制杠杆是机构常见的风控动作。另一个是美光财报，重点不只是营收数字，更要看长期产能协议的比例以及毛利率走势，这会决定存储芯片能不能真正从周期股被重新定价为 AI 核心基础设施。投资说到底是和自己的人性打交道。汤姆里这样的分析框架可以帮我们看清产业线索，但最后要不要交易，怎么控制仓位，还是要回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。今天关于美联储握实新政、SpaceX 发债、AI 入口之争以及实体复兴的逻辑，就先聊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内容帮你把这轮波动看清楚一点，可以点个赞、订阅智行投研室，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。最后把问题留给你。在这场 AI 入口的防卫战里，你觉得最终的定价权会落到大模型公司手里，还是会留在微软、谷歌这些生态巨头的城堡里？评论区聊聊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